Hello，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边看到各位。如同刚刚我们Stan 我们的台北的总裁提到的，在东南亚市场呢，我们需要非常多的用户资料收集用户的资料，我们才可以去尽量帮助我们的产品去做最好的决定跟决策。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相信大家都可以听到，就是我们在前面几位我们伙伴们手机跟大家介绍，其实都围绕着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也就是 privacy security。那这也是我们 Mozilla 非常重要的精神。那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怎么去在收集一边 user 的 data， 而能够又保持着确保使用者的隐私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到的重点，就是我们是怎么去收集使用者的资料。而且我们怎么去决定哪些资料要怎么收？接下来它可能会怎么运用呢？在收集 data 之前呢，我们需要先问自己10个问题。这10个问题呢，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收这个资料？这个资料接下来会用在哪里？而且我们是不是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收集到这些资料呢？然后现有的这些方式是不是能够收集到这些资料？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需要从别的方式去绕路来拿到这些资料呢？这些过程会不会又产生了其他隐私相关的问题？然后在我们列出我们所有需要收集的资料的时候，它们分别会分类成我们所设定的4个大类。这些大类同时也就代表了它们预设是不是能够被收集的特性。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有关这4个大类，它分别可能代表什么样子的资料。接下来还有这些资料，我们收集它到底会收集多长？因为有一些资料其实我们只需要它一下子，有些资料可能我们希望它是拉长时间来观测这些数据上的变化，所以我们需要去定义这个资料它收集了多长。那再接下来是这些资料，我们究竟希望它从哪些人的手上收集到呢？而且这些人，他们是不是有能力可以决定，他们其实不想要参与这样子的资料收集？然后我们最后会怎么去使用，而且分析这些数据？然后我们会不会有一起要把这些数据给其他的合作伙伴去分享呢？这10个问题就构成了我们保护我们 Mozilla 精神 privacy 隐私最大的一个中心。刚刚有提到的使用者的数据资料分成了4个大类。那我们第一个大类可以看到的是 technical data， 这些跟使用者所安装在他们的手机或者是电脑，这些电脑的配备或 CPU， 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快能够发掘使用者在使用我们产品中碰到的问题。而我们产品的版本，也就是 Firefox， 我们所安装的这个程式版本，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分辨出，如果今天有一个问题发生了，在哪一个版本分布是最大的呢？这些资料呢，它预设我们是会打开，希望可以收集到这些资料的。因为这些资料并没有办法去分辨出你是谁，你现在在哪里，所以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更改善我们的用户。然后第二个类型就是所谓 interaction data， 这些资料呢，包括使用者是怎么去使用 Firefox 的。举例来说，如果今天当 user 他们点了上一页这个按钮，或者是当 user 点了 context menu， 在画面中按右键，我们会看到一个选单，在这个选单里面的操作，其实就隐含着我们这个选单的设计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使用者。所以像这样子的互动的资料，就会散落在各个 user 可以看得到的界面上。像这些资料呢，我们预设是会打开的，可是 user 可以选择他不想要参加这样子的资料收集，他是可以选择把它关掉的。在第3种类型，因为我们所做的 Firefox 是一个 Open 网路 Open Web 的平台，所以在这样的平台之上会碰到很多相容性的问题。因为这样的相容性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要能够除错，找到是那些网站所设计的地方造成的问题呢，还是真的是我们所设计的引擎上有问题？所以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会需要收集到使用者他所看到的网页相关的这些资料。那因为这些资料它非常的跟使用者本身所兴趣的内容有关，而不是单纯的只有界面上跟 Firefox 有关的东西而已。
那所以这些某种程度上来，它是会侵害到使用者的隐私的。像这一种资料，我们就会把它预设是关闭的，只有在譬如说，当我们 Firefox 如果今天有一个问题造成它 crash 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 dialog 对话框跳出来问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现在正在看的网址送回来给我们，让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呢？所以像这样子，我们只有在 user 他同意的情况之下，我们才会去收集这个网站它到底是长什么样。那在最后一个情况，这种第4种类型就是非常高敏感度的程度，就是这些资料它甚至可以直接用来辨别你是谁，因为它可能就是我们 Firefox account 的 email address。那这种情况呢，通常都是为了要让我们更进一步能够帮助 user， 当他们使用 Firefox account 的过程中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而我们必须要知道他的 email 是什么，我们才有可能去针对这个去提供给个人多进一步的协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把这种第4个类型设为最高级别的。在提到了刚刚这些10个问题4个类型，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写程式埋这些探针，所谓的 probe， 埋这些东西吗？当然是还不行。我们刚刚只做了最前面的第1个部分，我们把这些问题给分门别类列了出来，但是在接下来我们就会需要把这些问题把它整理好之后，给我们的 data peer。在 Mozilla 我们有所谓的处理 data 的管理者，那他可以帮助我们去 review， 看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有很好的被回答了。如果在我们描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没有回答清楚的话，它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守门员，他就会先 review 看我们这些问题里面的内容，然后呢，在他 review 过后，如果有一些真的是比较涉及用户隐私敏感的问题的时候，那他就会需要跟我们 Mozilla 内部的不同团队的成员去确认这部分有没有任何隐私或者是法律上的问题，我们需要去调整我们所收集的资料它的准确性。那在这些问题都被解决了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像这样的10个问题，刚刚提到的4个大类型，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格式，也就是我们的 data spec。在 data spec 里面，我们就会很清楚的定义，像一个 data， 它要能够用来查询在资料库里面做检索，它的名称 ID 是什么。那这部分，因为我们交给 BI team， 所以让他们可以帮忙我们去写这些 query 的语法。所以在这部分，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流程从原本的问题转换成实际上对应在这个产品里面操作界面上的每一个 pin， 这就是我们讲的事件。在我们真的已经把它转换成 spec 的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始真的写 code， 然后把这样子的东西放进去。当然，不是只有我们把我们埋的这些探针、这些 pin 放进去程式里面就可以了。因为在 Mozilla， 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资讯全部都是公开的，可以让使用者知道他们所谓的愿意参加这样子改善计划，他们到底给出了什么样的资料。而这样子的程式实际上运作的 APP 的版本跟它的 document 跟文件常常中间是会有落差的。这也就是我们提到，常常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会需要去更新这2个有落差的东西，它通常是对不起来的。那在这个里呢，因为我们是写 mobile app 为主，所以基本上我们使用的 Java， 我们就利用了 Java 的 annotation processor 来处理我们的 source code。那我们在每一次我们写一个程式，当我们需要新增多一个 pin 去了解它有没有做什么时候，我们就会用像这样子的模式去把所有必要的资讯全部写在 annotation 这个 function 上面。这样的话就可以借由每次我们产生程式码的时候，自动的它就会去把这个结果反映到一个文件，而这个文件就会公开在我们原始码的 wiki 里面。所以使用者可以跟随着版本的演进，在现在的程式码里面就可以看到现在最新的现况，到底我们的 App 收集了哪些资料。那也因为像这样子收集资料的过程，我们其实会有版本和版本、大版本之间的演进，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在版本和版本之间的差异化，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库，告诉我们说，从过去某一个版本到现在，究竟有哪些资料曾经被收集了。我们就做了像这样子的一个 directory， 告诉 user， 如果你想要查询曾经有什么样的资讯的话，都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去找到。
当然，Mozilla 我们希望所有的资料都 open， 所以不只是像这样子可以去检索，其实我们还有 Public Data Report， 在这里面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可以让使用者、开发者去检扫，去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产品做改进的。以上呢，就是我对大家的今天的分享，有关于使用者我们怎么处理使用者的资料，而且确保他们的隐私。那这边是所有提到的资料。OK， 谢谢大家。